妈妈，你陪我读书好吗？谁陪谁啊？演砸了。今天要跟你讲一个陪读的话题。有一年这个寒假马上就要开学之前中国是有寒假的啊，就是往往在春节那段时间要放3到4周的假期。Wilson 呢，他去找他的一个作业，找不到了，就明天就开学，找不到了，这就是他经典的那句话，叫一个人什么一盏灯一晚上，就可以完成这个作业。他把他所有的作业都重新做，他那天晚上大概9、10点钟、8、9点钟几乎崩溃啊！那怎么办啊？有这么多的作业啊，一页一页，我说你必须做，不能不做。因为我们经常会被问到嘛，你来大马陪读的啊，还习惯吗？很多吧。我一般就看吧，问我的人跟我熟不熟，然后我时间多不多。如果是比较熟，然后我正好也有时间的话，可能就跟他讲，不是陪读。那你会说什么呢？就我会告诉他，是我们夫妻2个打算换一个国家生活，就只是一句，是孩子们来陪我。对，我也是啊。就别人会问说欢迎你到大马，这挺好的。他说你是来干嘛的呀？你是陪读啊？那你怎么回答？我就好尴尬，我就觉得也很难回答，因为说实在的，我内心是不认同陪读这2个字的。是，对，怪胎嘛。我就说我们认识的2家的朋友们，还有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中国同学家长，基本上你就问他们来大马干什么，都是我来陪小孩读书啊。对，首先有了读书很正常，就有陪读这个概念。有了陪读，又衍生出陪读妈妈，陪读爸爸，对，陪读家庭，对，还有各种各样陪读的产业。那我是很讨厌，我很头大。我今天干脆跟一个人说，我说我不懂我说什么叫陪读啊？好像不是。我说学习他自己的事情，他来读书是的，但你问我陪读，我不是。就讲了好多话才把这个才给他讲清楚。对，而且就像你讲的，谁陪谁还不一定呢。其实是小王来陪我们生活的，对，我们很难讲去陪读。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话题，你觉得哪些这个说法上成立呢？我们不是来陪读的。对我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的生活状态包括儿子读书的状态，跟他在国内的状态比的话，我觉得国内才叫陪读。对，就是首先我觉得陪读的典型特征是要操心他的这个课业嘛。这个在中国我们是深有体会，我们跟家校互动是深度参与，每天老师3科老师在微信家长群里面就是各种作业会告诉你是什么，然后家长不光要知悉做什么作业，有的时候还要完成督促以及向老师报告小孩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进度。我觉得你这点讲的挺好的，就直接就点题了，就说出来，你觉得在中国才叫陪读？对啊，这怎么讲？就中国，你刚说了老师的要求很多是吧？对啊，就作业啊，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应该你也有印象吧？朗读课文3遍，读完3遍，家长在课本的这个哪一页上要签字写好，已读3遍。背默抄。背默抄。然后现在小孩也一样啊，明天要默写了，默写的范围告诉你，然后你家长回来要先预默2遍，还有什么加默本，加默本要家长签字，家长改好以后，小孩订正好。对，现在说所谓的家长不负责任，做甩手掌柜，其实甩不掉的。对啊，不可能，因为比我们小时候爸妈说工作忙，管我们少，都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个微信在，对，家长一定会和老师都放到一个群里，由老师来组建的这么一个群。对啊，我们当时我记得还有2个群，一个呢是可以说几句话的，那还有一个叫作业群。对，这个作业群就神了，老师说你们不能废话哈。对，这里面通知群，这个群你们是不能说话的。那干嘛呢？就老师每天说今天什么是什么作业，明天要注意什么，要带什么。对，这所谓的你刚刚讲的家校互动建立起来以后有意思了，就这读书好像就不单单是小孩的事情，是一个通知直接就飞到了家长里面来。对啊，而你不及时看，然后其实我每天首先这2个群都是我在微信群里面都是置顶的，我怕自己我也是要那个错过什么对吧？但是我每天发现然后我又把它开启的是消息免打扰。因为我实在太烦了，每天都是7、8条起码这种通知作业要做什么，我心里面就在骂，说我小孩读书不是我读书，关我什么事？然后如果小孩没有养成自己要在家做作业，然后明天要交作业，那是你老师没教好，关我什么事？
但是呢，我也比较犬儒，也回来就是虽然心里骂，还要回去陪着孩子们玩。这是一个意义上的陪读，就学校会有一个手会把家长给绑过来。第二个我觉得呢是什么？就是你周围的 peer pressure 就很重要，就你身边的家长、身边的那些孩子都在拼命的读书，这使得家长回来你不得不过问、关心，然后施压到小孩身上。这个就难免吧。他在做作业，一天那么长的时间作业，做到9点10点做不完，我们总得陪着吧。你不说学习上关心，生活上也要关心吧？要不要加餐啊？该不该运动啦？什么时候要睡觉啦？还有这个真的是陪读。有一年这个寒假马上就要开学之前，他把他所有的作业都重新做。他那天晚上大概9、10点钟、8、9点钟几乎崩溃。后来呢，我就安慰他，好，我说来，你比方说要做50篇啊，1到5，我把它写了10排数字。我说你做掉呢就割掉一点，感觉会好一点。然后我呢在他的房里睡觉，我过一会儿就起来问做到哪里啦？做到10几了，做到20几。那天做到半夜，他终于完成了，2个人才舒一口气。你说这能不陪读吗？这就得陪着。陪在那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不管他是丢了还是没做，这个东西让他自己去面对后果。为什么你没有 give it a try？ 哎呦，这个确实说起来，家长也有问题。当时呢，总归还是比较害怕，觉得学校的作业、老师的嘱咐总是要完成的嘛。所以就只是陪在边上，那以防他的精神崩溃，主要是。是那这我跟你不太一样，他那种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我一直都是跟他讲，这玩意儿做了老师也不会仔细看的，你只要负责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空白的地方填满就可以了。对呀，我也知道啊，但这个想起来还是害怕吧。但您老给他的压力也不小啊，这也是种，你说说看。我对他的压力，对我觉得第3个陪读体现在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满这个公立教育体系里面的一些教育的缺失，尤其是语文科目和英语科目的缺失，我全部都是自己撸袖在上阵。我觉得特别是语文科目的话，你也一起参加，对吧？对。为了维护他的这个中文的兴趣，因为在课堂上面已经被打击的几乎是没有兴趣了。你之前好像分享过一点写作文的一个案例。对，我们以前经常是3个人，然后共同写一个作文题目，我俩也一块写，对吧？写完之后，然后一块3个人在家读，各自我们倒是不痛苦的啊，我们是很享受写作的过程。但是呢，就是你看这个离不开家长，因为我们要教会他正确的表达、正确的理念，所以你这个大量的时间就补充上去。对，我们的做法是说让他看到好的，所以比如说我办了快2年的这个叫语文沙龙嘛，就是给他们看一些为了要教自己儿子，为了让他学得有兴趣，还邀请他的同学到我们家里面来上课。鼎盛的时候，一个家里面坐了8个他的同学，跟他一起学，我来一个人跟他们上课，然后交流表达，对吗？是啊，这个玩意儿搞了1年多，对，每周都有。他要写教案，给他们布置作业。然后英语也是我自己撸袖上，就是你真的身心俱疲啊！就除了搞工作之外，你还得要搞教育，活生生的把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在中国才叫陪读啊？以后如果中国的朋友跟我说啊，你学大马陪读，我说你才陪读，我现在知道了啊。那为什么从中国出来以后，我们就很讨厌陪读这个词？因为不单单说我们摆脱了原先去带着小孩读书的这个状态，我们也想否认说在大马不是以小孩读书为主的，对吧？你还有些什么？除了说只是中国陪读，我个人觉得，首先在法律上，我们就不是陪读签证啊，对吧？有一个签证就是这个小孩读书，然后家长呢叫 guardian， 那他的翻译也有问题，对吧？那个呢，就是叫陪读签证，应该叫监护人签证吧？对，应该叫监护人，这是一说了。你看我们 MMTV 本来就说是整个过来生活的，所以别人过来呢，我还是会说我们只是移居生活到这里来。那读书也好，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都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啊，它不是所有，对吧？那么再有，它这个翻译也确实有问题。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签证叫 guardian， 你这个跟陪读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吧？对吧？对。guardian 你们在法律上是怎么讲？监护人啊，就是小孩的监护人。父母对小孩是有监护义务的嘛？就是因为小孩一个人不能读书嘛，你给他提供基本的这个餐饮起居的日常照管，然后还有就是保证你要对他进行一些这个教育、安全教育啊，然后不让他出大事、走歪路，对吧？这个都是父母的一个法定责任了。我觉得是在这里。然后说到这个陪读，因为国内的话你没办法。我先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么陪读？我觉得是一种恐惧吧。
恐惧。对，我的恐惧是在于说，因为国内的话，孩子如果成绩不好的话，他连读高中的机会都没有，非常残酷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上海，你要知道，现在是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可是中学的初中升高中，它就脱离了所谓的义务制教育，你必须是要考上去的。你知道上海的初中升高中的比率是多少吗？初中生1/3。对啊，1/3。你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1/3，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70%的小孩是没机会上高中的，直接就分流到技校、职业高中里面去了。对我来讲的话，我是非常不能接受说我孩子将来连高中都没有机会上的。所以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学术上至少维持在前1/3，能够读高中有这样的机会，就得卷。对，所以刚需卷。那么配套的家长陪读也是刚需。对，我觉得我们这个理念很行。国内大家家长其实已经为了小孩的教育花费了巨多的精力，但是没人觉得他是在陪读。我觉得陪读还是很多的。像我以前的那个单位里面，以前我工作的服务的东家里面，一到了考试，大家请假回去陪着孩子那个，陪他们温习功课的很多，亲自撸袖教的、突击的特别多。对啊，还有人不惜为此申请改变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就是为了配合小孩上下学，然后亲自督政。好，这是一个常态了。我们还是回到陪读这2个字上。你看到了大马，我们不喜欢陪读，因为我们已经不这样做了吧，在这边已经不需要很多时间花在Wilson身上，所以他学习的事情，我看您老很多都是我就不管了，不怎么知道的吧，是吧？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嘛。他现在是国际学校，你只要花钱的话，你只能够上到他高3毕业。你是这样想的，所以心就放下来了，对，放心了是吧？对。OK， 至少他能上高中，这已经解决了我心病了。好，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话题啊。你看，我们不需要花时间了，这个你也证实了。那么为什么还是不喜欢别人说你是不是陪读的？其实你在大马生活，其实你赋予了一些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首先是为了自己吧。你来这边的话，我们是家里的决策的这个人，对吗？然后我从小也是就一直教育我儿子说，你把自己的优先程度应该排在所有人的第1名，先照顾好自己。对，我们2个来大马不是为了先照顾好自己吗？也是这么想的，对吧？对，儿子第2位，孩子第2位，我们的父母是第3位。对，我们简化版的说法就是说，哎呀，因为疫情封城啊，或者你看小孩读书，但这个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不是说小孩读书我们就必须要出来，我们首先还是为了自己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把这个事情要想得明明白白了。对，你看你这个，也不是很多观众经常说嘛，我们就是没有本事在中国混不下去嘛，对吧？你就说的对，对啊，我也觉得说的对，混不下去，所以要换个地方生活，对不对？对，人挪活嘛。对，树挪死啊，对，对啊。对，那所以你看，小小陪读2个字，其实反映了签证状态是不一样的，也反映了读书并不是我们要为小孩设计的主要的事情，他读他的书，我们一起还要过好一起在大马的生活。我觉得也反映了在教育理念上，就陪着小孩花很多的时间去读书，那不是我们首要追求的。对啊，就你小孩，就我当然也会羡慕啊，那些所谓的叫学霸的那个家长当然可能因为本人不是学霸，所以你就向往说下一代如果是学霸，那就青出于蓝，然后脸上挺有光的。可是我觉得学霸，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学霸？我觉得学霸不应该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说是在各种各样的国内的升学考试当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然后进入名校的。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学霸应该是很有学问的，而且他是有热爱做学术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双重。他应该是一个精于学习和学术的人，对啊，更像是接近于我们以前讲的学者，因为我们小时候没人讲学霸这2个字嘛。对啊，而且你看那个牛津还是剑桥，他们不是有个叫灰人理论嘛？它里面就是反对那种重复的1万小时定律式的这种艰苦的学习，因为他认为学习是要有天赋的。灰人理论就是说你一定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玩，然后在生活上面，然后你花一点点时间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的天赋在这里面。然后他是希望产生这样的学者。那我觉得我也其实这样想我儿子的，如果儿子将来他可能到20-30岁，到了70-80岁，他突然间想学习的，一心向学术，那就让他去吧。但是他如果现在表现出对其他事情有兴趣，那就应该像你
做的那样，我们就是让他去 try 各种可能性。对，然后他没兴趣的，那就当中半途中道崩殂，然后退出。中道崩。对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要明白我们的意思。为什么要讲这些？是因为我们不想让陪读这个所谓的概念，它已经矮化了在大马生活的一个含义，好像就收缩为只是为了学习。你看，我其实也有一点不屑于什么，就有些人分享，哎呀，每天就是非常辛苦，包括中国，包括留在大马的，为了小孩学习的，对吧？我每天我放弃了自己的娱乐，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煮菜，这个洗衣，陪着小孩，陪孩子读书，好像他的生活的目的是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小孩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啊。对啊，就古代说你陪着就你讲的陪太子读书，那是他的任务，就是给这个太子让他的学术能够得到提升嘛。对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用错词呢，你天天念，自己也会慢慢告诉自己，你看我就是陪读爸爸，我就是陪读妈妈。我觉得他慢慢认知自己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当然也有一些妈妈爸爸，他们是很有学习热情，不像我们两个这么堕落啊，一天到晚就是吃喝玩乐，然后就搞自己喜欢搞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就是很有学习精神，对吗？我们也很有学习精神。好，我是指人家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会自己去学一些奥数啊这种东西，对吗？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就比较小孩的学习是这个不是，所以因此上呢，我就相对是反感这两个字，说你来大马陪读的。我觉得好不容易来到大马，肯定是来生活的。以后我就试试看，别人说你来陪读吗？我就说不，我来生活的。挺好的。你这人家会说你这凡尔赛嘛，还会说你是酸葡萄嘛，不是那个叫甜柠檬嘛，明明自己实现不了的，然后找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然后就把他那个，那反正嘴长在别人身上嘛，我觉得自己对一个事情的认知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借着陪读这个话题要说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反而是陪读，出来之后就挺讨厌这个词的，不想再继续陪读了，绝不能。对，我觉得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将来孩子是一个成绩优异，但是做人方面都非常冷漠的，没有生活情趣的这样一个考试机器吧。我们也不希望他只是围绕着学习，或者说反复的为了考试而去学习的这种机械性的一个人。我希望他是一个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他自己，并且能够为了他自己喜欢的事情，随时随地能够付出学习的这样一个努力的一个人就可以了。我倒是希望他具备一种复原力，就他能够随时从一些不好的状态中抽离出来，能够身心健康，对，能够云淡风轻又非常有品味风趣的看待生活，活的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活得快快乐乐就好了。对，是的，就回到根本，这根本不容易做到啊，所以我们要不停的维护他这些乐趣和兴趣就好了。还有就是像你以前一直说的嘛，准备好告别嘛，对吗？他是独立的人，我们养育他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告别，然后最终告别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欢乐相处这一些年月就可以了。行，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在大马和小孩共处的一个课题。我们生活的足够久的话，有可能在大马会经历着跟他一起学习和跟他一起各自长大各自拜拜的这个过程。挺好的。OK， 好的，好，聊远了，拜拜，拜拜。拜拜。